无论搬到哪里，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Have you seen this before, Darren? 现在家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家，也是我陌生的地方。我每一个月就换一个家，但是已经2年没有回过家。Hello， 我是 Darren。Hello， 我是 Gerald。我们是魔术师。好，电视机前面的你，接下来我们要透过荧幕上来读你在想什么。首先，我这里有一张扑克牌，黑桃 Ace， 但这不是我们的预测。好，接下来我会这样拨牌，你们随便看一张牌，然后记好。准备好了吗？记住一张牌吗？好，记得这个黑桃 Ace 吗？仔细看，这是你在想的牌吗？但这不是我们的预测，因为这才是我们的预测。红心是，我们猜到了吗？Hey bro， 对，上面。26岁的陈俊瑞和28岁的田伟杰搭档表演魔术已经5年了。虽然年纪轻轻，但是都各自有超过10年的表演经验。这2年，他们的表演场地从舞台和酒吧转移到了俊瑞的小房间。疫情一来的时候，一次都毁了，什么都没有了。实体魔术表演跟视讯上表演的根本不同，因为视讯上你只是看到这个方方，所以我们就是需要用比较限制的视觉啦，来改变我们的魔术，就是用幻术啦之类的。Hello, my name is Darren. My name is Gerald. And together we are Darren and Gerald. 2人自小自学魔术，5年前决定组成魔术搭档，一同出击。Seen this before, Darren? Perfect. Okay, Gene, I've got a pack of playing cards right here. 52 cards, every single card. 刚开始有自己来吧，可是渐渐的发现新加坡其实没有魔术搭档。Ladies and gentlemen, a perfect match right there. 我们觉得我们2个的长相啦、表演风格啦都不同，所以会比较突出一点。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我们的卖点啦。So every magician has their own deck of cards. Now ours is fire activate. 有了搭档，能共同面对疫情难关，但是在住家做线上表演存在的局限，却是他们无法完全跨越的。In front of your eyes. Live 表演的时候是可能8点表演，我们7点半再去放麦啦，就开始表演。可是我们在家里表演又不同了，全部都是要亲自来做。我们就是做自己的 cameraman， 自己的 sound technician。有时我爸爸妈妈会在家里，所以如果他们讲话太大声，还是如果有飞机飞过，都会有一点影响啊。Watch this little cuts. 好像有一次你爸爸在外面在练。哦，对，他在练跆拳道。对吧？对，我爸爸在外面练跆拳道，所以他在喊，所以我们就要叫他安静哦。Okay, front kick. Okay, ready? Ready, go for this one. 哎 ，shot 了，哎。俊瑞的父亲陈春茂是业余的跆拳道教练，阻断措施期间，通过线上教课。还好儿子在家，帮助他解决科技难题。可以起先会觉得不大适应，因为你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做。老实讲，对我们这个年龄，我学习会比较难，不会的就问。孩子对科技比较熟悉，也是从那边问他。春茂是房地产经纪， Yeah, sorry, I'm Jeffrey from Broadnet. 疫情下，他也必须通过网络跟顾客沟通买卖房子。 Thank you. Bye bye.
我还是比较喜欢实体啦。我们跟他们讲话的时候，肢体语言这些，我们也是比较容易知道他们有兴趣这个物质吗？因为在 Zoom 很难看到他们的表情。实体虽然是花比较多时间，但是这样我比较可以达到顾客的要求，我们可以帮他选到比较适合他们的房子。现在他们要多一点、大一点的空间，因为很多人都在家办公。比如说以前他们夫妇，他们只需要2个房间，现在反而需要3个房间。做 Zoom 他们在楼上可以吵到，他孩子在楼下可以看他们电视、玩他电脑，还是。魔术表演的邀约不定时。俊瑞去年大学毕业后，考取执照，成为房地产经纪。热衷的魔术只能当成是副业。你找一个好人给他们咯，对吧？就是看他们。其实他要做房屋中介也是我鼓励他的。如果他做一份朝9晚5的工作，有时如果他表演魔术，不一定可以拿到 off 来做那 magic， 而且他口才也是不错，他可以喜欢跟人家接触讲话。So HDB loan you don't have to pay any cash out. 起先我是没有这个想法啦，虽然我爸爸是做房屋经纪。4 room in HDB means 1 living 3 bedroom. 说老实的，魔术师是一个比较季节性的职业啦，比如说年尾会接比较多表演，有时会比较闲一点啦，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有这些时间的话，不然我把魔术当做一个 part time。Now the moment you've all been waiting for, the master bedroom。最大的挑战就是，我觉得我看得太年轻啊，所以刚开始他们对我没有那个信心啦。但是我跟他们解释啦，因为我们年轻有那个冲击力嘛，所以我有那个信心来帮我们的客户推销他们的屋子啦。疫情让父子俩上下班的时间都窝在同一屋檐下，疫情却让他超过2年和家人分居两地。我的名叫曾子怀，今年48岁。我来自马来西亚怡保，我是专业月嫂，照顾宝宝妈咪然后煮月子餐，然后帮宝宝冲凉那些。人称怀姐的曾子怀，大约10年前就到新加坡当陪月嫂，照顾新生宝宝和妈妈。每一回4个星期，也就是28天。我就过来尝试一下啦，帮补家用这样子啦。因为小孩子读书，我们读书也不是很多，我也是很喜欢宝宝啦，所以就来这里做月嫂。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宝宝的黄疸，还有那些肚脐啊、卫生啊，喂奶要定时换尿片那种。每个雇主的要求、习惯和育儿经验都不一样，陪月嫂必须具备很好的适应能力，既照顾到妈妈和宝宝的生活起居，又能和雇主一家和睦共处。什么都是要沟通啦，有时问一下意见哦，问他喜欢吃什么东西，不喜欢吃什么东西，也是要给我知道一下啦。好像有时我需要煮那个东西没有买到，我自己就要变一下，怎样去随机应变啦。很多东西都是不能死板板对。今天晚上吃什么？今天晚上还有那个鳕鱼是吗？我觉得怀姐最大的特点就是她性格很好，然后也很平易近人，就性格很开朗那种。晚上都是3个钟啊，每次4个钟。她有很多年的育儿经验嘛，我很少就听到我的宝宝就是半夜会哭闹这样，就对我们来讲就很放心。这是林鸿金和杨康妮夫妇的第2胎。
由于夫妻俩父母亲都不在本地，他们的第一胎也找了陪月嫂帮忙。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从马来西亚过来的陪月嫂短缺，费用增加了不少。我们自己在家检测已经是确定怀孕的时候，我们就先把月嫂给定了，然后再去看妇产科医生。也幸亏我们很紧张的去预定，我们可以找得到。我很多朋友他们都确认怀孕过，然后才去找的话，都已经fully book了，就找不到了。现在的 rate 啦，应该4000到5000。之前那时候我们请的话，大概2000多3000这样。除了照顾宝宝，怀姐的工作还包括洗衣、拖地等家务，所以时间分配很重要。做月嫂这份工真的熬夜不够睡。还要吃呢？满足感就是做完28天看到宝宝一天一天长大，身体也是很健康，这样好像完成我自己的任务这样就很有满足感哦。冠病疫情之前的几年，怀姐每完成一项工作，就会回怡保老家休息1周到1个月。然而，疫情爆发后，她已经2年没有回家了。看得出她蛮想家的啦。我们明白，因为我们以前也是马来西亚人，所以虽然说有时候很想家，可是我们也不能说要回就回，因为很多不确定性。可能你回去了过后，你也不一定可以回得来。我是觉得等马来西亚这个疫情好了，才会比较好一点2020年2月23号来新加坡，到现在没回过家。陪月嫂每个月都得换住所，无从选择。但是也有人因为疫情打乱了人生大计，而筑起临时爱巢。大家好，我是林俊龙，今年34岁，我是一名工程师。这位是我的老婆。Hello, my name is Aya. I'm 33 years old. I'm engineer as well. 俊龙和 Aya 在同一家公司当工程师，交往了4年后，去年11月结婚。新婚后，小两口暂时住进了服务式公寓。We met each other in office. 2013. Then we start dating in 2017. He's considerate, and then he understands me. 每次遇到不一样的情况，他都可以给我一些另一边的见解，所以会打开我的思想，对同样一件事有另外一种看法啦。You complete me 。Aya 来自缅甸，16年前来新加坡求学，之后留在本地工作。她还有2个姐姐，都在新加坡组织了家庭。The original plan was as of 2020. So along the way in 2020, we had COVID, and after that we postponed it to 2021. 我们的屋子会在2021年的年尾拿到，所以就打算结婚后等多1-2个月装修了就可以搬进新屋子。俊龙和 Aya 是在2019年底通过建屋局的剩余祖屋计划，在靠近俊龙父母家的预购祖屋项目里购得一套4房式单位。因为疫情，他们的计划被彻底打乱。因为冠病，他们又跟我们讲会延迟9个月，到2022年的第3季。我们结婚是差不多11月尾，到拿锁匙可能就剩下9个月。We look around HDB and condo studio apartments and service apartments and rooms rental. Most of the HDB condo or those residential area requires to have like 1 year to 2 years
So for short time, it's not that easy to find. 服务式公寓因为租约比较灵活，成了他们新婚后的第一个家。他们的婚期也一波三折，之前更改了2次。不巧，我的外婆过世，所以我们打算在100天内举行婚礼，所以我们又把婚礼改成11月头。然后在11月头结婚的前1个星期，我又中冠病，所以我们又延迟到11月尾。Be faithful to h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forsaking all others, as long as you both shall live. Yes, I do. 俊龙和 A 亚每个周末都会回家和家人团聚。今天回去前，他们先绕道到未来新家看一看。我几个月前其实已经去看过1次了，那时我的屋子连建都还没有建啊，不至于兴奋啊，就还是希望它快点好，期待拿到手时，期待装修，期待搬进去。俊龙家里除了父母，还有姐姐一家人。4房式祖屋单位里住了4个大人和3个小孩，热热闹闹。刚好碰到我的外婆过世的那段时间，就有一点纠结，说真的可不可以结婚哦？因为起码算是一件丧事，连你还要有一点难高兴起来啦。阿姨啊，其实我们那时有谈过，凡事就是活在当下啦。有些时候不管你怎样计划，都是会有改变的。所以看开点，走一步是一步咯。也可以更认识彼此，更了解彼此，一起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所以下一次可能会更容易、更好。4个星期一转眼就过去了，陪月嫂怀姐的任务完美结束。就算已经照顾过上百个宝宝，每次的离别还是会感到不舍。有时在工的时候会想哦，像我今天做完工我就回去，然后晚上就好像担心宝宝睡不好这样，有没有哭有没有闹那种，妈咪不懂会不会比较辛苦这样呢？怀姐在等待下一份工作期间，会住进公司安排的临时住所。她会趁机补充睡眠，也会利用时间放松心情。去按摩咯，找朋友一起去吃东西哦，跑街这样，飞钱，休息长一点，就 shopping 那些东西啦，去买东西啦。去做一下指甲脚趾去洗脸啦。我做了6年多了。当初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新加坡做月嫂，然后他回来，他跟我讲到，新加坡的做月嫂的福利也是蛮好。还没有 lockdown 的时候，我就上来做新年工，就直接没有回了，到现在。我的孙女，我来的时候也是 baby， 然后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变3岁。
因为我的孩子全部要读大学嘛，我出来就是为他们哦，交学费呀、什么我很值得，做了这行我真的很值得。姐姐，谢谢。我们大学全部拿到文凭出来，就工作也很不错啦，最重点他们生活很好啦。现在为了我自己了，为了我自己要存一点老人的将来的时候咯，对不对？你现在靠孩子也是很难呐，自己也要靠自己咯。肯定一樣啊嘛，比賽。我爸子妈咪妹妹。怀姐有2个16、17岁的孩子，现在和先生、家婆同住。想念他们的时候，就通过视讯了解他们的近况。没有你头发有去剪了是吧？家人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啦。这个疫情好咗，希望他们听话咯，可以读书更加好啦。妈妈辛苦一点哦。希望就是家里人身体健康啊。没有后悔啦，我觉得这份工作很好啊。会想家就打电话视频哦。我们在这里2年，算是四海為家啦。我屋企嘅家響邊度？在心中啊。總之，他們都是在我生命裡面啦。无论搬到哪里，这里是我们的2人世界了。其实现在家也不只是一个家啦，也是我工作的地方啊。